from Macau. Of course we have to explain it's right beside Hong Kong.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live in tall building apartments.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can speak Portuguese. Pouco.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start kindergarten learning 3 languages. Hello, Leiho, hola.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don't tip.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don't pay more than €5 for a meal. We're from Macau. Every should take bus everywhere.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the city is a mix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architecture. We're from Macau. Of course we use and pay for everything. 为啥只有港独、台独就没有听过澳独？大家这几年耳朵里是不是灌满了各种毒啊？什么港独啊、台独啊，天天在新闻里上蹿下跳，跟那个窜天猴似的，闹得不行。但是大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哎，你听过港独、台独，你啥时候听说过澳独？没有吧？嘿，你说奇不奇怪啊？这澳门那个地儿啊，跟香港就隔着个伶仃洋，坐船嗖一下就到了。那都是一国两制，都是资本主义，怎么香港有些人就能那么做，澳门这边就岁月静好，安安静静的发大财呢？难道澳门人就没想法吗？哎，一说这个，网上马上一帮懂王就跳出来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为啥？为啥呀？因为葡萄牙人鸡贼呀！这葡萄牙当年给澳门人发护照了，1981年以前生的，你和你儿子、孙子都能拿到葡萄牙护照，人家有退路，所以不闹。这事呢，是不是真的？是真的，葡萄牙是发了，但这是澳门不读的主要原因吗？压根不是。你想啊，拿个外国护照就能岁月静好了，那香港拿边邮的人少吗？那帮香蕉人不照样闹腾？所以说啊，拿这个护照当借口啊，那都是没看到根儿上。那根儿在哪儿呢？咱得把这个历史这本旧账给翻出来。香港当年是咋回事？大清打鸦片战争打输了，英国人是抢走的，南京条约是割地，割地懂吗？就是这块肉割给你了呀。新界呢是租的，这叫丧权辱国。那澳门呢，这事就有意思了。当年葡萄牙人来了，死乞白赖想借块地，那明朝那个时候啊也挺拉垮的，就说行吧，你们在这暂住吧，做做生意，但是每年得交租金。后来到了1887年，签了个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里面说呀，这葡萄牙在澳门永驻管理。那大伙儿听听这个词儿啊，永驻管理，这是啥意思啊？我给你打个比方，中国是这套豪宅的房东，葡萄牙是租客，那这个永驻管理啊，最多算是个永久租约。房东是谁？中国。房产证上写着谁的名儿？中国。这跟香港那套房子直接被过户给英国人啊，性质天差地别。所以呢，打根上啊，这个葡萄牙人自己心里面都没底儿，他知道啊，他就是个代管的，他不是主人。更有意思的来了，到了1974年，葡萄牙国内自己闹革命了，就是那个特浪漫的康乃馨革命，士兵们往枪管里插康乃馨，不打仗了。这新上台的政府啊，一脑门子的左派思想，觉得哎呀，当殖民地主太可耻了，我们不要殖民地了，非洲的、亚洲的都独立吧。然后呢，他们就屁颠儿屁颠儿跑到北京，大哥啊，那个澳门我们不想要了，我们还给你吧，求求你收回去吧。大伙儿听听啊，还有这种好事，这个房客主动跑过来跟房东说，房租我不要了，房子我还给你，你赶紧收房吧。哎，你再对比一下香港，英国人当年为了保住香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跟邓公扳手腕啊，一个是死活不想吐出来，一个是死活要塞回给你，这心态能一样吗？那当然了，这葡萄牙人想撂挑子不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1966年澳门发生个大事，叫123事件。这事简单说啊，就是当时澳门同胞要盖个小学，澳葡当局不让，然后就干起来了。老百姓上街，葡萄牙警察开火了，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啊！这澳门老百姓一看，你这代管的，你还敢动粗？当时广东这边也给力，直接关闸门。你葡萄牙人不是在澳门吗？行，我大陆不给你送水，不给你送菜，我看你能撑几天。结果呢，没几天，澳葡政府怂了，真的怂了啊！他们发现啊，没了大陆喂奶，澳门一天都活不下去啊！他们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在这个澳门到底是谁说了算？不是你葡萄牙总督，是隔壁的中国。那从那以后呢，澳葡当局基本上就是躺平了。澳门民间的爱国势力啊，就是亲大陆的，反倒成了实际控制人。这葡萄牙1974年就想还，我们为啥1999年才收？中国那个时候也忙啊，这个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哪有空马上收房呀？咱就跟葡萄牙说，你先别急着走，你先帮我看着，咱俩先建个交。建交的时候，葡萄牙白纸黑字承认了，澳门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哎，你品品这话啊，
中国领土这就定性了呀。等到1986年，咱缓过来了，邓公一看，香港谈完了，该澳门了。这邓公直接给谈判团下了军令状，这事啊不能拖，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不能拖到21世纪。为啥呢？老人家心里有大气啊。那后面的事啊，大伙儿都知道了。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了。当时澳门回归交接仪式啊，那个彩排是精确到秒的。为啥呢？因为香港回归的时候，英国人使坏，那个日不落帝国的旗子就是卡着点儿，晚了几秒钟才降下来。那这几秒钟在政治上就是恶心你啊！有了香港的教训啊，澳门回归，咱们这边就要求必须在12月20日0点0分0秒5星红旗升起，1秒都不能差。这仪式感背后是主权，是庄严，是我房东今天必须准时收房，你房客1秒钟都不能多待。向葡萄牙共和国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那为啥澳门没读啊？因为澳门95%以上都是咱老钟家的人，95%啊。而这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受英国教育，拿 BNO 心里面不认老祖宗的，大有人在啊。这澳门它不一样，澳门的中华文化那个根儿它就没断过。澳门大学的教授都说了啊，澳门的爱国教育啊，那都是从小抓起的，是让孩子们正确认识国家和澳门的关系。大伙儿知道赌王何鸿燊吧？这个赌王多精啊！他每年都自己掏钱送公司的员工去哪儿？去井冈山。哎，你听听，送去井冈山搞爱国主义培训。你说这地儿的商界领袖都是这个觉悟，那读的人他在哪儿呢？有人要抬杠了啊！那澳门不是还有土生葡人吗？就是那些葡萄牙人的后代混血的，他们也不读吗？问得好，这帮土生葡人才是最有意思的。他们虽然保留了葡萄牙语，长得也欧化。但是呢，他们吃盆菜，他们过春节，他们学中文。哎，你问他你是葡萄牙人吗？他80%会摇摇头，用廣東普通話告訴你啊，我係澳門人哦。中央政府好大幫助澳門噶嘛，照顧澳門啦，睇住澳門發展，唔會話澳門即係求其咁樣處理，佢永遠佢睇住澳門，即係唔會發生咩問題，大嘅問題。嗰幾年嚟。你睇嗰啲旅遊咪知咯，係咪有幾多遊客喺上邊落嚟㗎？總之係喺澳門出生嘅人都可以話都 OK 嘅。澳門係回歸之後呢，2004之後呢，即係發展得好犀利，甚至發展得好犀利。我哋呢就都有少少着數係咩呢？因為我哋供款咗俾嗰個社保，所以呢我哋有個養老金收。澳門政府咧非常之好人，因為點解咧？入息好就顧住我哋啲市民，即係咁好大幫助嘅。其實我哋退休嘅冇問題嘅，即係可以話幾開心嘅，樣啲順利利。我仲有咩好講呢？你看啊，連這個葡萄牙後裔都自稱澳門人，那這種多元一體的文化認同，澳獨連個份都賺不進去啊！咱說了歷史，說了人，下面啊，咱就說最俗也是最實在的錢。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你為啥要讀呢？無非是覺得跟着你我吃虧了呀。那澳門人吃虧了嗎？咱拿數據說話，回歸前澳門本地生產總值 GDP 519億澳門元。那個時候澳門元貶值，銀行老百姓瘋狂取錢，一片蕭條。那回歸後到2023年 GDP 3795億，大伙兒算算，這翻了多少倍啊？老百姓的存款翻了8倍。澳門現在的人均 GDP 啊，排在世界前列。那有人說，那不都是賭出來的嗎？哎，你又說老黃歷了啊！是，博彩業是一業獨大，但是中央精啊，中央說了，澳門啊，你不能光站在賭場裡，你得轉型。那現在搞啥呢？1+4產業，一是博彩業，咱還得要；4是啥呢？中醫藥、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文旅。而且呢，中央還給了個超級大禮包，橫琴。這澳門才多大點啊，彈丸之地。中央直接在隔壁珠海劃了一大塊寶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門地兒不夠使是吧？來，這塊地給你，咱倆一起開發。你在澳門的規矩啊，在橫琴咱也盡量給你拉平。你在澳門交多少稅，在這兒咱也給你澳人澳稅。大伙兒想想，這是什麼待遇啊？這不就是媽看乖孩子家裡小，直接在隔壁買了個大別墅，還幫着裝修嗎？澳門輕軌都修到橫琴了，那你告訴我，有這麼個媽罩着，從寂靜小城變成了富裕都市，這澳門人傻嗎？放着好日子不過啊，去給你鬧獨，獨了誰給你發錢啊？
葡萄牙吗？葡萄牙自己都穷得叮当响啊。最后啊，咱们聊聊政治的高明。为啥香港能闹起来，澳门风平浪静？因为澳门从根儿上就贯彻了爱国者治澳。咱就说选举法啊，这个澳门的选举法里啊，白纸黑字写着，你小子想要参选，你必须拥护基本法，效忠国家。那就在前几年，有21个人想钻空子参选，这澳门的选管会是干嘛的？一查呢，发现这帮人不拥护基本法，滚蛋，取消参选资格。哎，你看看，这就叫制度啊，这就叫规矩啊！你想在立法会这个大雅之堂上喊独，你门都进不去。那香港呢，就是因为当年口子没扎紧，让一帮牛鬼蛇神钻进去了，占着议员的坑，拿着高薪，回头就骂娘。澳门打根上就给你刨了。所以啊，为啥没有澳独啊？不是偶然，是必然。这网上老说啊，港澳台是妈的3个孩子，香港是被惯坏的，台湾是叛逆的，澳门是那个最懂事的乖孩子。澳门老百姓活是最通透的，他们知道谁是真妈，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